跟老妈一个人扔海南，偷偷跑回四川老家，敲门也要给她收拾屋。今天继续往外清东西，昨天把这个东西最多的房间扔出去的一半，就留了这些东西，还剩这一半没收拾。先从沙发开始吧，这些毛线都是前2天我放过来的。小姐妹看了你们的评论，决定扔掉一部分，还嘱咐我扔之前把这个毛线团捏一捏，看看里边藏没藏东西或者钱啥的。再说阿姨从年轻的时候就愿意藏东西，她小的时候亲眼见过阿姨从一些枕头呀、盒子底部啥的掏出东西来。这个沙发上的衣服、垫子，包括盖子单啥的全都不要了，还包括这些吃的也都过期了，全清理了。一个沙发的东西就装了2个袋子，沙发也不准备要了，给她清出去。小姐妹是属于极简风的，家里的东西越少越好。她跟我讲家里的床都没配床头柜，其实我感觉这个沙发还挺好的，只是这个沙发地上脏了点。沙发不拿走都不知道底下有东西，放的全都是书，都是小姐妹以前上学用的，从幼儿园到高中每个阶段的都有，都在扔之前得好好看一看，也是阿姨经常藏东西的地方。小姐妹做过的试卷还有好多没用的本，阿姨都给保存了。这些东西最后只留了小人书还有幼儿园这2列，留下来20-30年了，也一直没看过，以后肯定也不会再看。小姐妹主打一个是能扔就往外扔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地儿了。偷偷的收拾屋可能也就这一次机会吧，必须得搞得彻底点。留下来的书我给它装到箱子里了，这是在沙发底下最后一个包了。没想到这个包里面给了一个大大的惊喜，看阿姨多厉害，在包里面又另外多缝了一个口袋，然后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在里面了。地铁这一堆几乎在每个包里面都翻出来了，有的数目还不小，还有一些首饰都是在一些塑料口袋呀、或者是手纸里面包着的，这一大数目应该是最多的了。今天翻出来的可是真不少，前2天都是几毛的，今天的可都是大票呀，而且好多还是有收藏价值的，这么多可不能给它放家里，一会儿打个包给它邮走。这戒指翻出来了7、8个，我感觉里面肯定会有真的。这有2条项链就在纸里面包着，要是不好看就容易当垃圾扔出去。看看今天的收获吧，这回我知道为啥阿姨不让收拾屋了，到处都是她藏的东西。地铁这一堆我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，大衣柜里的东西也都给它清出来，好多都是随手放进去的，感觉这些东西都没有必要留了，就是把那些小来小去的东西扒拉扒拉。像这些沙发套、椅子套啥的，小姐妹肯定是不要的，这都清理好几天了，都有所了解了。又翻出来的一些本啥的也都不要了，是小时候玩过的。又在这废纸里面翻出来了点小钞票，夹在这里边肯定自己都忘了。还有这手绢里面有一沓，这钱可都够古老的了，我都忘记了小时候花没花过那种小1块钱。像这些都是不要的，口罩和手套又翻出来了一大堆。看到这个气功手就想笑呢，小姐妹说赶紧给它处理了。这是一些证件，还有以前的老照片，这个词典和日记给它留下来，还有一些小来小去的纸张，我都给它装到袋子里了。先把留下来的放到一起，最后再收纳。不要的就直接装袋子了，该卖的卖，该扔的扔。就刚才这点东西翻了差不多得有1个小时，最后扔之前我又检查了一遍。小姐妹告诉我阿姨可能还会有存单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。看以前的大衣柜，我打了半天没打开，原来这有个钩挂着，我还以为是上的锁呢。外边的东西挺多的，大衣柜都没放满，那一个大门里面就放了这点东西。看了一下，都是一些过期的照片，我都看过了，全都没开封。前天我不是收拾阿姨那个主卧吗？抽屉底下那些小瓶子我就看了几个，让你们一说我还有点后怕呢。这个包里面好多都是卖东西的名片，一看这个教程，阿姨就没少参加这种活动，还有一些广告纸、通知书啥的，反正都是关于那方面的。大衣柜顶上还有这么多，也都是过期的，都是10几年的了，放在上面可能自己都忘了，以为没有了，后来又买的新的吧，全扔出去了。这一堆也都是一些没啥用的，就留了这一小部分，问小姐妹还要不要，其余的都是塑料口袋、广告纸啥的。2个大衣柜里的东西还真不多，空了一大半，东西都是在外面堆着的。这些酒和瓶子，小姐妹就留了几瓶没开封的，其他的都不准备要了，搁这都放了好多年了。这还有个仪器，应该也是阿姨买回来的，这是2盒17年的藏红花，过7、8年了，都不能吃了，全部都给他们扔出去。这一半
东西只留了这一个174.9，它就是刚才那个缝纫机上那一堆，给它装到箱子里了。其他的除了钱，真的是全部都给扔出去了。这么小的煤球还真是第一次见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自从开始的断舍离，也认识了不少东西，跟你们也长了挺多见识。屋里的东西真的是可以说是99%都清出来了，给外边这个厅又堆满了，装了能有20几袋吧，还有2个大件，一个沙发，一个茶几，一屋子的东西，最后就剩了这些，其他全都清出去了。小姐妹厉害吧？不光是偷了扔，扔的还彻底，没有几个敢这么干的，反正我是不敢。给小姐妹的勇气点赞哈！其实这个房子早就该收拾，再过2年收拾的话，屋里面还不知道变成啥样呢。之前小姐妹找过保洁来收拾的，让阿姨碰见了以后给撵出去了。从那次以后，小姐妹就没有家里的钥匙了，每次回来都得跟阿姨一起回来才能进来，自己单独回来阿姨都不带给钥匙的。把窗帘还有大衣柜上盖的帘呀、贴纸啥的都给它撕下来了。这2个包小姐妹也回消息了，不要了，都给她一起扔出去。我想着把大衣柜那2块玻璃上贴一点那种复古一点的壁纸，就像给我弟媳妇她妈家那个门上贴的那种，我感觉应该能好看，买回来试试，不好看的时候再说。屋里的墙上还有这个窗户外边好多这种蜘蛛网、浮灰啥的，我拿毛巾给他们扫了一遍。窗外的花盆和板也给它扔出去了。我给收废品的大姐打电话了，往外清东西，还没来呢，我先收拾着卫生。这2个大衣柜是实木的吗？也看不出来，但是顶上肯定不是，是这种老式的，也不能喷油污净，所以我就拿湿抹布擦了一遍，就喷了点酒精消消毒吧。从这上面扫下去了老多脏东西了，后面这个背板应该是白板，都发黄了，这一块可以喷油污净，喷完以后你就看这个脏东西一下就滑下来了，就是它那个背板是滑面的，它就很容易往下滑，如果是粗面的，它好像就滑动的慢。而且刚才那个视频我是加速了哈，你们自己在家用可能没有流动的这么快，它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淌，我这是加速了10几倍。喷完看它化了以后，你就用抹布一擦就行，然后再用干净的抹布擦2遍。下面这块板也变成黑色的了，那这2块板可以喷油污净，但是好多老式的柜子不能喷哈，喷完它就会掉漆。所以说不管喷在哪里，用之前一定先小面积的试试，没事了你再大面积的去喷。一个柜子还没擦完呢，大姐就来了，得把这一屋子东西给它清出去，要不然太挡害了，走道都走不动。打电话的时候就告诉大姐了，我说今天有个沙发，有个茶几，我说把家里大哥喊来吧。我看他还是自己来的，我说咋没把你家大哥喊来呀？咱俩往下抬太沉了。他说我家没有大哥，大哥早走了，这么多天的垃圾都是他儿帮他整的，但是他儿子出去干活去了。今天有2个大件，但是不是有2袋书可以卖钱吗？还有一个小电视机，反正最后还是100块钱这个价格谈成了。我感觉大姐现在养成习惯了，不管多少就是100块钱，是我给大姐100，不是人家给我100。好多人还以为是我这些东西卖了100块钱呢。现在好多地方扔这种大件或者是垃圾，都不能扔到垃圾桶里，都得往专门的垃圾场去扔。这么多的东西，咱也没有车，也不知道往哪去扔，所以属于是专门雇的大姐去扔这些东西，我帮她给拿到楼下去。要是全他自己拿，这个价格人家都不干，看看壮观不？这可是一个屋扔出去的东西，楼下好几个阿姨都看好这里面的东西了。一般的老人看见这么多东西都得多瞅2眼。今天就这样了，明天再接着干。看看这个屋子原来多炸裂，东西太多了，现在基本上都扔出去了，就剩了2个大衣柜。等明天把主卧的床底下清一清，再把那屋的2个柜子挪到这里来，东西归纳进去，这2个房间就都完事儿了。最后咱们再看看2个屋收拾成啥样。